助攻乌克兰。俄罗斯电视台称，10万朝鲜志愿军将参战。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。自俄乌冲突陷入长期化以来，朝鲜因为承认2个乌东共和国的独立而成为了重要的一个变量。近日，俄罗斯国营第一频道透露，10万朝鲜志愿兵正准备援助俄罗斯。俄罗斯第一频道主持人、国防杂志总编辑克罗钦科说，也欢迎朝鲜在劳工方面提供协助。他称，平壤方面证实有计划派劳工去乌克兰俄军占领区进行重建工作。俄罗斯媒体反复报道朝鲜志愿军进入乌克兰参战的消息，这有可能是真的吗？如果此事成真，它又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样的消息反复出现，证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作战面临着人力不足的问题。正是因为出现了巨大的人力缺口，才有了招募国外志愿军的需要。而从朝鲜引入志愿军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。首先，朝鲜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，如果能够提供志愿军，就可以为国家创收大量的外汇。其次，很多人认为朝鲜拥有比俄罗斯还先进的火箭炮，可以帮助俄军改变在乌克兰炮战中被海马斯袭击的困境。最后，朝鲜出兵在外交上还能痛击西方，谁让西方一直敌视和制裁朝鲜和俄罗斯呢？那么，朝鲜真的有可能派出军队或者是劳工进入乌克兰吗？答案是不大可能。这道理呢也很简单。首先，任何国家派出志愿兵参战，都不大可能只是为了挣钱，主要的呢还是为了保家卫国、扩大政治影响力，或者呢是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。乌克兰战场的形势，不管局势如何发展，都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朝鲜本身的安全，所以朝方没有太大的理由派遣军队出国作战。如果说想要增加外汇收入，那么就存在着派遣劳工进入乌克兰帮助战后重建的可能。如果朝鲜方面想增加外汇收入，那么的确存在着派出劳工进入乌克兰帮助乌东地区战后重建的可能，但这要看俄罗斯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了。比如说，用能源来换取朝鲜的劳务合作。其次，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没有到血盟的地步。朝鲜支持2个乌东共和国的独立，肯定有与俄罗斯进行利益交换的因素，但是2国还不像中朝关系那么密切。朝鲜承认乌东共和国是一回事，出兵可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而且呢，朝鲜不可能在这件事上不给自己留后路，因为一旦出兵，可能会面临西方国家更为残酷的制裁。俄罗斯呢，也不可能支付起朝鲜所要的代价。最后，朝鲜的火箭炮虽然它的射程和数量足够，但是也不大可能拥有对抗海马斯的先进数字化技术。朝鲜军队与俄罗斯军队一样，也信奉大炮主义，但是这与海马斯这样的数字化火箭炮不是一回事儿。当然，朝鲜的远程火箭炮其射程超过海马斯，这样的武器对俄罗斯军队来讲也是需要的。俄军虽然有龙卷风远程火箭炮，但是数量太少。如果朝鲜向俄罗斯提供远程甚至是超远程的火箭炮，对俄罗斯军队而言呢，也是非常需要的。其实，俄罗斯要想改变战局，最需要的还不是远程火箭炮，而是察打一体无人机，而这正是朝鲜所不能提供的。俄罗斯媒体不断传出朝鲜将出兵乌克兰消息，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俄军所面临的一个困境。由于战线过长，兵力不足，将持续影响战场态势的变化。北约训练出来的乌克兰军人正在不断的补充到前线，有可能让俄军逐渐失去攻击的动力。比如，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进展缓慢，而乌军在赫尔松地区
集结了大量兵力，开始逐步展开反击。对此，俄军不得不把主力调往南部，从而打断了乌东地区的战役节奏。总体来看，俄乌战场正在出现谁也打不动情况，甚至呢，慢慢会变成一种常态。从目前的状态分析，朝鲜军人不大可能会马上出现在乌克兰战场，而外国的雇佣军，尤其是叙利亚的军人，反而有可能更早抵达俄乌冲突的前线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